一边是频发的幽灵儿童事件，一边是生育率跌破 1%， 每年数十万人自杀，韩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？2023年6月，一起水源冰柜死婴案震惊韩国。嫌疑人在2018年11月和2019年11月时分别产下了一名女婴和男婴，但嫌疑人完全没有做妈妈的喜悦，只有因为经济拮据而产生的痛苦。于是嫌疑人和自己的男友在分娩的次日就把婴儿杀害并藏进冰柜中，直到2023年6月30日才被人发现。韩国政府在6月28日开始对有出生记录但没有户籍登记的2000多名幽灵儿童进行普查，短短几天，警方就已经接连发现多起幽灵儿童死亡案件，共有8名儿童死亡，还有74名儿童去向不明。韩国的一边是生了孩子养不起，而另一边则是持续走低的韩国生育率。2020年，韩国的首都首尔32年来第一次跌出1000万人口，从此韩国再无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。同年，韩国的生育率在多年持续走低后跌破了 1%。2021年，韩国只有 26.05 万新生儿降临，却有 31.78 万人去世，其中将近 13.3 万人是自杀身亡的。在韩国，平均每天有 36.6 人自杀。自2018年以来，韩国的自杀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，自杀率是经合组织38个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。韩国保持前进的或许只有经济。在2021年7月11日，联合国认定韩国成为发达国家。这一年，韩国的 GDP 是 1.79 万亿美元，人均国民收入是 3.5 万元。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同时，韩国的国民却陷入了生死的地狱？韩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？我们国家有一个词叫内卷，很多生活在人口多的大城市里的普通人都只能靠卷来寻求出路。韩国社会也是这样，韩国年轻人要面对的卷更可怕，也更地狱。就拿读书的事来举例，我们国家许多城市都有极好的大学，再加上实行多年的高考制度，尽可能的帮助年轻人能接受到教育。然而韩国是个小国，开的学校不多，偏远地区的孩子想要去好的学校，就只能拼命卷。有一个词形容学生考试，4中5落，意思是每天睡4个小时就起来学习，就有机会考上，而一天要是睡5个小时，那就会落榜。他们不仅压缩睡眠，还会住进考试院里，逼迫自己放弃社交。学生们想着只有上学才能找到出路，然而毕业也相当于失业。大部分毕业生也只能涌入私企，工作不稳定还加班，再加上韩国严格的前后辈制度，年轻人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根据调查，韩国人每天平均只能睡3到5个小时，工作时长却可以有10几个小时。韩国人还得面对贷款的压力。在韩国，全租房是他们特别喜欢的租房方式。全租房就是租客在入住前需要一次性支付给房东房屋总价 50% 至 90% 的资金作为押金，之后在租住期间则不用再付租金，租约到期之后，租客还能拿回押金。房东不靠收租赚钱，难道是菩萨吗？肯定不是，房东自然有利可图。租客的押金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，房东就能拿着这一笔巨款去投资或买房再出租，实际上房东赚的钱十分可观。以首尔为例，在这里买一套房需要13亿韩元左右，折合人民币670万元，而租客要支付给房东的押金只需要是房价的1半，虽然很划算，但绝大多数租客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的，为了租房就只能找银行贷款。然而2021年开始，韩国房市就发生了动荡，房贷利率已经涨到了 3.5%， 导致许多房东还不上房贷，房屋面临被收走抵押的困境，而全租房的房客也拿不回自己的押金，同时还要还贷款，可能还会失去住处。这些压力贯穿着韩国人的一生，是韩国社会让韩国走到今天的。